大家好，欢迎来到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的第3集。昆仑山啊，昆仑山。在上一集中，我们详细讲解了复原山海图的方法，成功的将《山海经》从虚幻的文字变成了现实的地图。这一集，我们将揭示中国人心目中的圣山昆仑山在什么地方。昆仑山，古人心中的万山之祖，神话世界的中心。它承天立地，顶接9天，脚踏黄泉。它是天地的宫殿，是西王母的仙境，是不死之药的源头。但是你知道吗？3000年来，人们一直在争问：昆仑山啊，昆仑山，你到底在哪里？昆仑自古被誉为天地之中，万物之祖。它既是神话的巅峰，也是文化的圣山。在《山海经·西山经》中，昆仑被描绘为黄帝的都城，西南400里，曰昆仑之丘，是实为帝之下都，神鹿无私之。这里是帝王的宫阙，也是黄河的源头。山巅耸立着高台玉壁，四周环绕着难以跨越的弱水和炽烈的炎火，仿佛天神为他设置的天然屏障。《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驱车万里，亲临昆仑祭祀皇帝。即日辛酉，天子生于昆仑之丘，以观皇帝之功。癸亥，天子俱捐其生权以因祀昆仑之丘。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朝圣，也是古人心中最高的致敬。淮南子更赋予昆仑通天的神性。昆仑之丘，或上备之，是为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备之，是为玄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备之，乃为上天，登之乃神，是为太帝之居。3重递进，由人间至天界，昆仑成为连接凡俗与神域的桥梁。历代诗人也用各自的笔墨为昆仑镀上传奇的光辉。李白在《宫无渡河》中写道：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这是大河与高山的对话，也是天地间的怒吼。李贺在《昆仑使者》中感叹：昆仑使者无消息，茂林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这是一种遥远而不可触及的神秘。北宋王令在《蜀汉苦热》中说：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长遗寒。即便酷暑，昆仑依然传递着清凉的气息。而最为豪迈的，当属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的吟咏：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这里的昆仑不仅是山脉，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昆仑千百年来，它既是地理坐标，也是文化灯塔。它立于神话之巅，俯瞰历史长河，承载着人类对天地的敬畏与向往。可是，现实中的昆仑山却比神话中的更扑朔迷离。有人说，它就是今天横亘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脉；有人说，它在山西，在陕西，甚至在四川、云南。还有学者大胆推测，昆仑其实在非洲，是乞力马扎罗山。为什么争论了几百年都没有定论？因为古籍中的昆仑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同时是政治、文化、宗教的象征。它可能是多个真实山脉的融合，也可能是古人心中理想世界的投影。那么，在复原《山海经》地图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这个难题。如果我们只是去找一座像昆仑的山，很容易走入误区。我的方法是先重建整个武藏山经的山脉、河流系统，再在整体格局中寻找最符合描述的位置。我利用 Google Earth、AutoCAD 把每条山经逐段定位、比对，绘制成数字化地图。当所有山脉、河流在地图上连成网络，昆仑山的位置就不再是凭空猜测，而是从地理结构中自然显现。这个过程就像在拼一幅上古的巨型拼图，每一块都必须和周围严丝合缝。最终，我锁定了一个位置，它符合《山海经》描述的山脉形态、河流流向以及周边地名的对应关系，但是却与想象中的昆仑的意象相差甚远。这个位置并不是今天大家熟知的昆仑山脉，
而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以东的一个大型的黄土原上，天赐湾镇、龙州镇一带。在详细讨论这个地点之前，我们需要澄清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山经是山脉吗？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山经的确和山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却并不完全一样。例如，武藏山经中各条山经的走向并不完全按照自然山脉的走向，有时候只包含某个山脉的一部分，有时候会跨越2个山脉。其次，各条山经的走向大多数是沿着某个山脉的边缘或河谷。这些发现印证了袁科先生的判断。袁科先生《山海经》教注有详细论证，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为山海之所经，除非有经典之意。袁先生认为经是经历的意思，山经是大禹治水时走过的路径以及经历的事情。我同意经是经历的意思，但我并不简单地认为这是大禹治水走过的地方和经历的事情。我认为《山海经》或《山海图》是某个上古文明的国家行为，其目的是收集地理信息，了解各地的资源分布情况，包括矿产、动物、植物等。这些经历的走向主要是基于人类的聚落，而不是完全基于地形。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大，地势低洼的地带有大量积水，不适于人类居住。人类主要居住在山脚或河谷两侧地势较高的地段。也就是说，上古某个时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统一。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国家机器派出多个团体，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统治区域内进行探索或调查。其结果经过汇总以后，绘制成《山海图》，并编制了它的说明材料《山海经》。第二个问题，《山海经》中有时候将昆仑称为昆仑山，有时候又称之为昆仑丘，又会称为昆仑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昆仑到底是山还是丘，亦或是虚？我们将武藏山经里所有关于昆仑的描述罗列下来，再来看看海外经、海内经以及大荒经中有关昆仑的描写，就会发现《山海经》全书一共提及昆仑21次，其中昆仑8次，昆仑之丘2次，昆仑虚含昆仑之虚和昆仑虚10次，昆仑山1次。唯一讲到昆仑山的那次，也说昆仑山就是昆仑虚。海内东经，西湖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湖西，皆在西北。显而易见，昆仑并非山，而是丘或虚。前面已经说到，武藏山经中的山指的是有人居住的山峰或高地。说文解字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丘的本意是自然的小土山，但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堆也可称为丘，例如坟丘、陇丘。西次三经说，昆仑之丘是实为地之下都，下通下，下都即下都。很明显，武藏山经中讲述的昆仑或昆仑丘是皇帝的都城，此地光芒万丈，气势雄伟壮阔。这里的丘可能指皇帝的都城建在一个小土山上。海经及大荒经不再沿用昆仑丘的说法，改而称昆仑和昆仑虚或昆仑虚。虚通虚，昆仑虚即昆仑虚，虚是废墟的意思，殷墟就是商朝都城的废墟和遗址，这就很清楚了。武藏山经之后，朝代更迭变换，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曾经辉煌的宫殿，曾经坚固的王城都变成了废墟，正在被黄土渐渐掩埋。所以当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记载昆仑这个地理坐标时，用的是昆仑虚或昆仑，而不再是昆仑之丘。穆天子传记载，即日辛酉，天子生于昆仑之丘，以观皇帝之功，而封龙之葬，以昭后世。癸亥，天子具捐其生权，以因昆仑之丘。这说明在周穆王的时代，昆仑虚还残存有部分宫殿建筑。周穆王曾经参观了这个遗迹，并且在此祭祀了皇帝。如果你觉得这段探索很有意思，
想要继续追随接下来的奇幻旅程，记得点击视频下方的关注、点赞、转发与爱心，也欢迎各位踊跃发言，留下您的评论与期望，这会让我知道你也在和我一起走进《山海经》的世界。谢谢。总结关于昆仑虚的所有描述，可以建构下列关于昆仑虚的地理位置信息：一、昆仑虚处于洛阳西北方向。二、昆仑虚是河水、赤水、黑水三条河流的发源地，河水流向南方，赤水流向东南方，而黑水流向西方。三、昆仑虚东北角临近幽泽。四、昆仑虚位于赤水河边。五、昆仑虚南侧有一条深渊，深渊的南边有一座熊熊燃烧的山。六、昆仑虚临近流沙。七、昆仑虚北方有西海。八、昆仑虚以北有共工之台，东北有8座地台，地瑶台、地库台、地丹珠台、地顺台各2座。九、昆仑虚方圆800里，高万仞。十、昆仑虚南方有一片森林，方圆300里。下面让我们来验证我们找到的昆仑虚的地点符不符合这些描述。此地位于洛阳西北方向，符合上述关于昆仑虚的第一条描述，昆仑虚处于洛阳西北方向。图中这个黄土圆周长约为56公里，即800里，面积约180平方公里。这符合昆仑虚的第9条描述，昆仑虚方圆800里。当然，这么大的范围不可能是个城市，这很可能是黄帝帝国或称昆仑帝国的核心地域，而王城或称为昆仑遗址则处于其中某个地点。图中红色线条表示昆仑国的大致范围。这个黄土原东西北3面被卢河环绕，南面是个峡谷，这符合昆仑虚的第5条描述，昆仑虚南侧有一条深渊。这是从 Google Earth 上截取的这个峡谷的3维模拟照片。这个峡谷长7公里，深约100米，峡谷底部最宽处约为820米，最窄处约为400米。这个红线区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适于农业生产。同时，在军事上这个地方也有利于防守。按照《山海经》的记载，昆仑是黄河、赤水河、黑水河3条河流的发源地。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泛天之水。赤水是大理河的一条2级支流，由于流经红色砂岩地带，河水被染成红色，因此被叫做赤水。阳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图之水。阳水是卢河的支流，丑图之水就是卢河。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吴达。这里的河水指黄河的支流大理河。根据复原的山海图，发源于昆仑的黄河及大理河会流入幽泽，所以吴达指幽泽或幽泽的某处地点。山海经时代的先人们还没有找到黄河的正真源头，所以在山海经里对黄河的源头的描述十分模糊。经文里有3个源头，分别是昆仑之丘、幽泽以及积石之山。我们会在后续的视频中专门讨论黄河的源头问题。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禹。大禹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湖泊，是卢河水出山后在山脚低洼处聚水形成的，大致包括现在的旧城水库以及部分近边县城。黑水是卢河的支流，在山海经时代，黑水直接流入大禹。从 Google 的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卢河的这条支流呈现墨绿色，所以我猜测这一段河道的水流平缓，水生植物生长茂盛，导致河底沉积了大量的腐殖质，因此水色看起来发黑，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叫做黑水的原因。大理河、卢河及其支流的流向和水色符合昆仑虚的第2条及第4条描述，即昆仑虚是河水、赤水、黑水3条河流的发源地，河水流向南方，赤水流向东南方，而黑水流向西方。昆仑虚位于赤水河边。根据复原的山海图，幽泽是一个巨大的湖泊，位于陕西、山西、内蒙的交接处，
覆盖如今的榆林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吕梁市和鄂尔多斯市的部分地区。幽泽的西岸临近昆仑虚，这符合关于昆仑虚的第3条描述。昆仑虚东北角临近幽泽。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以及河套平原，在山海经时代还是一片汪洋，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河套平原一带叫做北海，而以西的部分叫做西海。这解释了关于昆仑虚的第7条描述：昆仑虚北方有西海。山海经里说的流沙不是沙漠，而是沙滩。从昆仑之丘向西 25.8 公里可以到达乐游之山，从乐游之山向西走28公里可以到达流沙。根据复原的山海经，这片流沙位于榆林市定边县学庄乡，此地临近无定河的发源地。远古时期，这里地势低洼，众多的溪流和湖泊交织成网，形成类似河滩的一大片沙滩地。这解释了关于昆仑虚的第6条描述：昆仑虚临近流沙。弱水之渊应该就是昆仑南面的那个峡谷，这个峡谷加上环绕昆仑东侧、北侧和西侧的卢河，构成了一个几乎封闭的自然的环形防御圈。炎火之山，头雾赭染。这个描述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自然的煤矿，正在燃烧的天然气田或油田。众所周知，陕北高原蕴藏着丰富的煤、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现在正是中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所以过去存在自然状态的煤矿或天然气矿并不意外。煤矿的自燃不是个罕见事件，中国的大煤矿中有1半以上曾发生过煤炭自燃现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名叫温根山的煤矿已经燃烧了6000年。天然气田的自燃的案例目前还未有报道，但是有一个著名的人工点燃的天然气田土库曼斯坦的地狱之门达瓦扎天然气燃烧坑。这个事件是地质学家为避免甲烷扩散而将坍塌的气坑点着的。自1971年以来，这里的熊熊大火已经持续燃烧了50多年，这说明不能排除野火或闪电将泄漏的天然气田点燃的可能性。水经注里记载道：地理志谓之为谁也？故言高奴县有为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高奴县就是现在的延安市。这段话说明，在陕北一带早就发现了从地底自动冒出的石油。如果这些石油被野火或闪电点燃，那么炎火之山也就有可能形成了。燃烧的煤矿、油田或天然气田应该是对昆仑虚第5条描述的最好解释。昆仑虚南侧有一条深渊，深渊的南边有一座熊熊燃烧的山。我总结了《山海经》中10条关于昆仑虚的地理位置描述，而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以东的这个黄土原满足了其中的第2、3、4、5、6、7及第9条描述，一共8条。剩余的2条，第8条涉及人工建筑，第10条涉及森林。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人工建筑会彻底消失，自然环境会发生改变，森林变成草原，变成沙漠都有可能。所以这2条本身就不是有力的定位依据。综上所述，可以确定，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天赐湾镇附近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虚，黄帝的昆仑帝国的核心区域，它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苦苦寻找的昆仑圣山的所在地。前文说到，这个黄土原遗址范围太大，不像是城市，它应该是黄帝部落或者昆仑帝国的核心地域。那么黄帝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地之下都。昆仑之墟，方800里，高万仞，上有木河，长5旬，大5围，面有9井，以玉为坎，面有9门，门有开明受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巴渝之言，赤水之际，非人亦莫能上纲之言。这里是说，昆仑都城一计成4方形，方圆800里，坐落在一个8角形的岩石山上，位于赤水河的边上。方圆800里到底有多大呢？首先排除单边边长为800里的城市的可能性，
800里等于56公里。以现代北京城为例，56公里等于从门头沟直达燕郊。在6000年前建造一座比现代北京还大的城市，几乎不可能。那么周长800里如何？假设这个城市为正方形，周长800里即56公里，每边长200里，也就是14公里。依然以北京为例，北京市3环路全长48公里，4环路全长65公里。一个周长56公里的城市的面积将大于北京3环以内的城区面积，这比绝大多数地级市的城区面积还要大，也远大于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明清时期，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周长800里的皇帝王城似乎可能性也不大。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昆仑虚就是靖边县城东边的黄土原，它的周长大致等于800里。所以昆仑之虚方800里，有一种可能就是指这个黄土原的周长。排除了边长800里或周长800里的城池，那么面积为800平方里的王城有没有可能呢？一个面积为800平方里的正方形等于 3.92 平方公里，每条边长等于 28.28 里，即 1.98 公里。这样一个城市大致等于明清时期的皇城的面积。它大于现存的平遥古城 2.25 平方公里，但是略小于荆州古城 4.5 平方公里。目前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早期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遗址是石峁遗址，其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而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3平方公里，即300万平方米。由此看来，如果《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之虚方800里指的是昆仑王城的遗址的话，显然这个边长2公里、面积400万平方米的王城遗址是符合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换句话说，在靖边县城东边的这个黄土原上，很有可能存在着昆仑王城的遗址。从《山海经》中对昆仑虚的各种描述来看，昆仑王城应该处于昆仑虚的最高处。我们大胆推测一下，昆仑王城或者皇帝下都的位置应该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天赐湾镇杨渠村与徐台村之间的郭家梁一带。图中的红色圆圈标示了昆仑王城所在的大致位置。郭家梁海拔1700米，是附近地区的最高点，而它的南侧就是一个峡谷，或称之为深渊，东侧就是大理河的源头，也就是所谓黄河的源头，赤水河也在其东侧。这个地方比较符合《山海经》中对昆仑的描述，极有可能是昆仑王城所在。石峁古城遗址与我们确认的昆仑虚的位置相距只有170公里，那它会不会就是昆仑虚呢？我认为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其可能性非常小。主要原因是石峁古城遗址离黄河太近了，直线距离只有30至40公里。如果把石峁古城遗址的地址作为昆仑虚的位置，那么西次三经就会与北山首经产生交叉，这和我们在第2集中设定的复原制图的原则不符，即个山经不能十字交叉。这个原则在整个复原山海图的过程中始终贯彻一致，从未发现有不相符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石峁古城遗址不是昆仑虚。另外，根据复原的山海图，石峁古城遗址的位置很可能处于幽泽和北海之间。在武藏山经的时代，那里还被水覆盖着，基本上没有建成的可能性。石峁古城遗址规模宏大，显然具有王城的性质。而根据我的分析，昆仑在帝尧时期已经沦为废墟，被开明部落看守。到了周穆王时代，昆仑已经易主，被西王母部落占据。既然已经成为废墟，自然不会作为王城，所以帝尧、帝舜、帝禹或帝俊他们的王城应该在别处，石峁古城可能就是他们中某一位的王城。在黄土高原的边缘，静静沉睡着一段可能改写历史的秘密。昆仑王城或许就掩藏在靖边县的土地深处，这里曾经是帝王的都城，是早期文明的中心。今天
我们向国家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发出郑重的呼吁，应尽快派遣专业团队，对这一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倘若昆仑王城的遗迹能够被发现与确认，这一成果将远超传国玉玺的象征意义。它不仅能让我们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还可能将中国的文明使提前至6000年前。这将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突破，更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发现。或许，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先民们建立起最早的王城，书写下辉煌的篇章。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是让这段深埋的历史重新回到人类的视野。昆仑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神秘的山川与故事等待揭开。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见证古人留下的奇迹，请点赞、关注，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对历史与神话感兴趣的朋友。让我们一同开启这段跨越1000年的探索。感谢您的收看，敬请期待下一集《河之源》。想更深入研究和学习《山海经》，可以在各大平台购买《复原山海图》一书。本书在美国南方出版社、亚马逊、Amazon、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Books A Million 书店、BAM 等官网上均有出售。谢谢惠顾。